我叫苏安安，大楚国当朝相爷的独女，但我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。两只狗为了抢一块骨头打架，咬坏了花盆。根据大楚律例第7卷第3条，毁坏他人财物，当如何界定主观故意与过失？背不出来，扣你本月半两银子的月钱。相爷，老奴真的不知啊。都给我举稳了！举个20斤的石锅所手就抖，以后怎么保家卫国？晚饭前加练50个深蹲。先生刚才说人性本善，此言差矣。若无外力约束，善从何来？请先生给出3个严谨的论据，否则这杯茶您还是别喝了。我爹是大楚朝堂卷王之王，我娘毕生梦想是把全家练成杠精锐，而我长得平平无奇，脑子空空如也。毕竟祖坟不能一直冒青烟，总得留点灰给我堆个坑。相爷，夫人，大少爷出事了！外面来了一个姑娘，拿着当年夫人贴身的羊脂玉佩，说她才是相府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当年稳婆眼花，将我和她报错，我本该是相府千金，却流落商户之家，受尽白眼。爹娘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错报？我怎么知道？生完你我就急着下床打了一套军体拳，孩子不是交给嬷嬷了吗？我当时在背千字文，没空看妹妹。爹娘，你们看看我，再看看她。我从小熟读4书5经，刺绣女红样样精通。而据我打听，她从小就不学无术，连一本百家姓都背不清。相府的血脉怎么可能是如此平庸之辈？他说的对，从小到大我哥科举第一，我次次倒数第一。国子监先生给我开了3天小灶，气得心系发作，请了半个月病假，迷离之极还在追问我爹，怎么能生出我这种完美避开所有优点的奇才？爹娘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真的是你们亲生的？你们不信吗？我一个人在外面流浪18年，你们难道就不心疼我吗？今天我必须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自由，不用早起听大楚履历的揭示的自由，不用看乡举行永远被石冰的自由。我来了！太好了，相府千金的重担终于有人接手了。杜姑娘，不，苏姑娘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他们的亲女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耍什么花样？爹娘哥，感谢你们这18年的养育之恩。既然真妹妹回来了，我不便多留，我这就走，去寻找我的亲生父母。山高水长，我们后会无期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可是爹，我不是亲生的。放屁！老娘养了18年的猪，就算是只废猪，那也是我相府的猪。跑什么跑？昨天教你的兵法背了吗？苏安安，你的逻辑存在致命落陷。第一，哪怕他拿了玉佩，身份尚未核实，你盲目退位，视为补志。第二，你吃相府的，穿相府的，18年的开销算下来，共计白银12万3千两。你想拍拍屁股走人，这笔账怎么结？第三，就算你不是亲生的，苏家户籍簿上写的是你的名字。根据大楚律例，只要未销户，你就是我妹妹。不是，你们有病吧？我这么个干饭废物，你们留着过年杀吗？爹娘，他到底有什么好？我才是你们的亲骨肉，我立志要成为像爹爹一样国之栋梁。我希望能为相府分忧，而不是像他一样混吃等死。你刚才说你想为相府分忧，想成为国之栋梁。是，女儿不怕吃苦，只要能证明自己，女儿什么都愿意学。年轻人，话不要说得太满，你根本不知道，在这座大楚第一相王府邸里，愿意学这3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。陈伯，立刻去户部把积压了10年的黄河修流水账目调出来，装车拉到西厢房。既然你想分忧，爹就给你这个机会。那批账目共计230本，3天之内用小楷题抄一遍，并核算出其中所有的错漏账目。做不完不许吃饭。
杜姑娘，相爷吩咐了，黄河修栈账目繁杂，涉及工料、河沙、民夫口粮等13项，您需在一旁用小楷重新试写，并用算盘一一核对总账与分账。相爷还说了，不许任何人从旁协助，3天后他亲自来查。陈管家放心，我虽在商户长大，但算账正是我的强项。我定会让爹爹看到，谁才是真正有资格掌管相府中贵的女儿。小姐，听说西厢房那位昨晚1宿没睡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连隔壁院子的狗都吓得半夜没敢叫。挺好的，有人替我负重前行，这岁月真是静好啊。平心而论，相府伙食极好，床铺极软，只要不需要面对我那卷王爹娘和杠精大哥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以前我为了逃避老爹律法抽查，没少装病装晕，现在好了，火力全被这位真千金吸引走了。谁终于舍得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看你3天没怎么吃东西，怕你撑不住，给你带了点刚出锅的桂花绿豆糕。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把戏，苏安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算盘？你就是看我马上就要核对完这10年的账目，马上就要得到爹爹的认可，所以故意拿点心来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或者你还想借机弄脏我的账本，让我功亏一篑？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，你饿成这样，万一低血糖晕倒。看着他这副吃着糕点流着泪，打着算盘不后退的悲壮模样，我肃然起敬，是个狠人，惹不起。相爷，账全在这儿了。爹，女儿这3天3夜未曾合眼，终于将这10年烂账理清。事实证明，女儿绝非无能之辈，定能为相府连眼皮都未抬，随手行云流水，却带着毫不掩饰不死死。错了一个铜板。什么？弘化3年，修缮堤坝购入河沙500石，每石捐价70文，合计银为35000文，折合白银35两。而你核算的总账里，此处写的是35001文，多算了1文钱。爹，只是1文钱，1文钱，也是大楚国库的钱。根据大楚律例户部篇，账目核算错漏1文，杖责20，错漏10文，流放3000里。你可知，若你是户部侍郎，就凭这多出来的1文钱，御史台那群疯狗就能弹劾得你家破人亡。哼，所以重算。这就扛不住了，体能太差了。明天晨跑必须给他加上负重。错换的那个老花眼稳婆，一定是菩萨派来救我的吧？她根本不是把杜若晴换去受苦，
他是把我换出来想装福的。冀中找出一文钱错漏之短句。文官心肠黑，此路不通。母亲，女儿来给您请安了。谁在外面哼哼唧唧的，跟蚊子一样？你来干什么？脸怎么这么白，活像个不解风情的糙汉。病了？病了，母亲，女儿没有生病，女儿只是挂念母亲，特来给母亲请安。这是女儿亲手熬的羹汤，母亲常请安。好，好啊！自从那臭丫头12岁学会了装死，这院子里已经6年没人敢卯时来找我了。不愧是流落在外的血脉，虽然身板像弱鸡，但这股坚韧不拔、闻鸡谋母的精神深得我心。母亲，女儿只是想尽尽孝。杜若尽孝的最好方式，就是保家卫国，强身健体。张嬷嬷，把我的2号纱背心拿来。母亲，这是何物？娘看你下盘虚浮，气息不稳，这在战场上活不过半炷香。不过没关系，娘亲自带你练。穿上它，我们先去后院八卦阵，跑个10里片热热身。10里片！发什么愣？动起来，跟上我的步伐！1、1、2、2、1、1、2、1、1、2、1、2、1。翠儿，今天天气真好，这汤包也鲜。是二小姐。太差了，才跑了7里地，腿就软成这样。呼吸，注意你的呼吸，丹田用力。怎么停下了？继续。哎呀，这底子实在太薄了。张嬷嬷，抬回西兴房吧。熬点大骨汤给他灌下去，明天换10斤的背心儿，循序渐进嘛。小姐，杜姑娘看着好惨啊。看到了吗？这就叫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在咱们相府，你可以是个废物，但你绝对不能试图证明你不是个废物。因为一旦你试图证明，他们就会用证明绝世天才的标准来要求你。看别人受苦，真的很容易饿。杜若晴在床上瘫了2天，靠着3大碗10全大补鸡汤，才勉强能下地走路。她深刻复盘了遭遇的2次滑铁卢，
爹爹和母亲那2条路走不通，于是他将目光锁定了相府最后一位核心人物，我那连中3元的杠姬老哥苏决。大哥，何事？大哥，我回府也有几日了。你说安安不待见你？是，他对我怀有敌意。此言差矣。《论语·子路》有云：“君子和而不同。”你仅凭他连句话都不愿意多说这一表象，便推导出他对你怀有敌意的结论，犯了典型的以偏概全之谬误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刚才说你知道他怪你抢了他的位置，请问你的知道是基于何种事实依据？安安是否亲口对你表达过责怪之意？若没有，你这便是主观臆断，违背了格物致知的基本逻辑，给出3个严谨的论点，论证安安的沉默是否真的违背了悌之大道。如果你论证不出来，那你刚才的话就是在无事生非，构陷同胞。大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委屈。遇到逻辑漏证，不思引经据典予以反驳，反而企图用生理性分泌的泪水来博取同，掩盖理亏的事实，此乃辩论大忌。坐好，今天我就替爹娘好好给你讲讲什么叫公羊传里的微言大义，何为礼记中的亲疏有度。张小攒，去泡一壶普洱来，浓一些。小姐，大少爷和杜姑娘还在亭子里呢。我被发成了正体，我却被捐了虚荣。所以综上所述，你先前提出的他对你有敌意这一命题，在法理、伦理、逻辑上皆不成立，你可还有辩驳之词？大哥，我错了。安安是天下最好的妹妹。哎，别走啊，论点还没论证完呢。现在的年轻人治学态度太不严谨了，一点吃苦的精神都没有。太惨了，惹谁不好，偏要去惹大楚第一杠精。当年朝堂之上，我哥可是凭着一张嘴，硬生生把邻国的使节变得掩面痛突，连夜买战票逃回国的。杜若晴这战斗力简直是浮于汉树。安安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晚膳将近，为何要食用此类瘴气之物？可知《黄帝内经》中……我突然想起来大楚律例，我还没背书，我先走一步。经过这接连3次的毒打、算账、跑操、辩论，相府的地狱3件套，杜月晴算是全体验了一遍。我估摸着他的宅斗之魂应该被彻底超度了吧。事实证明，我还是低估了人类在执念面前的顽强。接下来太后举办的皇家赏花宴，成了他眼中翻盘的最后一张底牌。被我哥那番逻辑重炮轰炸之后，杜若晴在厢房里当了2天的哑巴，喝了3大壶胖大海，才勉强能发出点动静。我以为他会偃旗息鼓，我错了。他在干嘛？招魂吗？小姐，杜姑娘已经这样念了1下午了。听说她让陈管家找了历年宫宴拔得头筹的诗词歌艺，打算在5天后的太后赏花宴上大展身手呢。随他去吧，只要别逼我念书就行。对了，宫宴那天咱们家是不是得准备一套符合我气质的行头？夫人早就准备好了。夫人说，
宫宴上难免有些心怀叵测之人，小姐穿这身最安全，威武气质格格不入。我娘原话是怎么说的？去那种脂粉堆里凑什么热闹，穿紧身点儿，万一遇到刺客，跑得快；遇到绿茶，这一身腱子肉也能震慑他们。去给城南的霓裳阁下个帖子，本小姐要自己定做衣服。不行，这手永局太普通了，压不住全城。我就不信，我连个混吃等死的废物都比不过。他深信，在这个家里，爹不疼娘不爱哥不怜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外人面前证明自己是才华横溢的真凤凰。太后赏花宴，正是他拉结我这个草包一战成名的最佳时机。真是个执着的姑娘，何必呢？相府这群卷王根本不看重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在苏相眼里，背1万首诗不如算对1本账；在苏夫人眼里，弹破10根手指不如单手举起50斤石左；在苏爵眼里，插花再好看，解释不清植物学原理就是一堆垃圾。但杜若晴不懂，她依然沉浸在她的打脸逆袭剧本里。你就穿这个去见太后？怎么了？这衣服宽松，不勒肚子。等会儿宫宴上吃席的时候，我能多吃2碗饭。粗鄙不堪！哼！向右进。翠儿，到了叫我。我先睡一觉养精蓄锐，小姐放心，奴婢盯着呢。皇家赏花宴不就是宫妃吃席吗？听说宫里的御厨刚研制出了新口味的八宝鸭，我今天非得干掉1整只不可。至于打脸，爱谁谁，别耽误我干饭就行。太后的赏花宴实际上就是顶级权贵圈的社交修罗场。相府真假千金的八卦早就传遍了京城，杜若晴端着高贵冷刃的架子，试图大杀四方，而我的目标十分明确。翠儿，第3排左数第2个位子，那桌的八宝鸭最大最肥，快站队！今日春光正好，哀家见园中牡丹开得娇艳，不知哪家千金愿以此为题赋诗一首，也让哀家听个趣儿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愿献丑一试。臣女乃相府流落民间的女儿，初见太后天容，不胜惶恐，愿以一首《咏牡丹》博太后一笑。本是洛阳富贵花，飘零零落向天涯。幸蒙春风吹又生，今朝更发帝王家。相府的血脉倒也知书达理，赏金10两，入座吧。太后娘娘，臣女听闻妹妹安安在相府受爹娘和哥哥悉心教导10余年，想必才情远胜于我。今日太后雅兴，安安妹妹何不也作诗一首，或是作画一幅，让大家开开眼界？大姐，你非要这么作死吗？我都躲在角落里吃席了，你干嘛非要 Q 我？哦，苏相的女儿，哀家倒要看看有什么真本事。安安，你便做一幅画吧，笔墨伺候。
妹妹，太后让你作画，你怎可如此敷衍？画这种粗鄙之物登堂入室，这简直是有辱斯文，有辱相府的门楣啊！太后息怒，妹妹她心智未开。慢着！太傅大人，苏安安此等拙劣之物，简直是污了您的眼。臣女这就命人将她撤下去烧了。闭嘴！太后娘娘，诸位大人，你们说此画粗鄙，你们说此字丑陋，谬也，大谬也！你们看，这看似是一只粗练的家禽在啄食，但在老臣看来，这分明是一幅大楚奇风图啊！不是，老头儿，你到底脑补了什么啊？那就是我因为想吃烤小姑鸡，随便乱画的一团墨球啊！如今大楚连年征战，北方边患未平，南方水患刚息空虚，老臣日夜忧心，饭食难安。但这画上是什么？是一只饱满丰润的家禽和一粒硕大的稻米，这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家禽兴旺，五谷丰丰，代表着苏家小姐对天下苍生最淳朴、最真挚的期盼。你们再看这4个字，能吃是福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虚无缥缈的无病呻吟。何谓福？百姓有饭吃，不用饿殍遍野，这才是天下最大的福气。这4个字，字字千钧，直击我大楚当前的民生用典啊！苏家小姐不愧是苏相的血脉，平时伪装成不学无术，原来早已洞察天下大事，心怀悲悯。此等大道至简、大智若愚的境界，远非那些只会无病呻吟、吟风弄月的脂粉俗诗所能比拟。好一个能吃是福！太傅说得对，我等武将拼死守卫边疆，不就是为了让大楚百姓都能吃饱饭吗？苏小姐这幅画画到了老夫的心坎里。确实如此，老臣惭愧，刚才竟未能领悟苏小姐画中的深意。大智若愚，心怀天下，相府千金果真名不虚传。好一个大智若愚，心怀天下！安安，你这孩子倒是藏得深，你这画哀家喜欢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架上神坛的骗子，我很想解释一下，我真的只是单纯的觉得吃饭很幸福而已，我连大楚的地图长啥样都不知道啊！但理智告诉我，这个时候解释只会死得更惨。太后谬赞，安安只是有感而发。赏苏安安忧国忧民，画作寓意深远，赐黄金100两，蜀锦10匹，东海夜明珠1对，封为大楚第1才女，钦此。谢太后恩典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熬了5个大夜，背了几千首诗，弹断了琴弦，最后只换来10两银子的打赏。而我一个混吃等死的咸鱼，随便画了一团墨球，写了几个狗爬字，就成了心怀天下的大楚第1才女，还得了100两黄金。杜姑娘，宫宴快散了，你没事吧？脸色看着像见了鬼一样。早就告诉过你，相府不养正常人。你想跟卷王比内卷，想跟咸鱼比玄学，这不是找虐吗？杜姑娘，相爷吩咐了，您核算账目的期限虽过，但剩下的50本户部陈年旧账，今晚必须看完。大少爷也留言说，今晚要考教您《中庸》第3篇的背诵。账本101才女，若晴回来了，宫宴如何？太后可有考考你的学问？我不干了，我真的不干了！越是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你的情绪管理去哪儿了？去他娘的情绪管理！我每天饮食起，亥时睡，算账算的手抽筋，跑步跑得快吐血，辩论辩得嗓子冒烟，我图什么？我以为只要我努力，就能取代她成为相府最优秀的女儿。
每天睡到日上3竿，一顿饭吃3只烧鸡，连字都写得像狗爬。结果呢，太傅夸她大智若愚，太后封她大楚第一才女，还赏赐100两黄金。我那么努力，像个笑话。她天天躺平，却成了神话。这相府千金谁爱当谁当，这荣华富贵我无福消受。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我要回乡下，我宁愿回乡下种地养猪，每天只吃窝窝头，我也不要再看户部的账本了。看着他哭成这样，我心里涌起了一丝久违的良知。一个好好的正常人，非要跑进一群卷王疯子里证明自己，纯属是自己找罪受。荒唐！遇点挫折便要回乡下养猪，我苏家的血脉怎能如此不求上进？相爷，属下查清楚了。若晴啊，你刚才说你想回乡下养猪，是认真的吗？是，相府太可怕了。唉，既然如此，你便去吧。不过不用去乡下养猪，你可以回江南，继续当你的首富千金。什么？根据江南巡抚出具的核查公文，当年那个稳婆老花眼十分严重。你的亲生父亲乃是江南首富杜万金，当年他路过京城，觉得我娘这块羊乳玉佩款式好看，便找工匠仿造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给你佩戴。因你们同姓，玉佩相似，加上你幼时走失，你便主观臆断自己是相府千金，所以不存在报错。安安确确实实是相府亲生血脉，只是基因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不可控的劣化。你要夸我是亲生的就好好夸，什么叫不可控的劣化？我不是苏家人，我不用背账本了，我不用被重用了，风姐。杜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回江南找我亲爹继承首富家产。谁要在这个鬼地方考科举啊？那个，爹、娘、哥，既然真相大白了，我就先回房睡觉了。明天太后赏的黄金送来，记得帮我签收一下。站住！既然证实了你是亲生的，以后就不必再有那些离家出走的荒唐念头了。我苏家虽然门风严谨，但也养得起一个大智若愚的闲人。就是，老娘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这饭量，一顿3只烧鸡，绝对是遗传了我在军营里的大胃王天赋。那个姓杜的小丫头片子，吃半碗莲子羹就喊撑，怎么可能是我的种？古人云：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爹是文臣之首，娘是武将之巅，我又是科举魁首，苏家的气运已经拔高到了顶峰。天道昭昭，为了维持阴阳平衡，生出一个毫无界数的咸鱼来中和相府的风水，这在玄学和逻辑上都是合理的。合着我就是个相府的风水吉祥物呗，专门用来挡灾降温的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吉祥物好啊，不用背律法，不用举石锁，每天只需要负责吃好喝好就行了。
爹娘哥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，绝不辜负天道赋予我的使命。回到江南的杜若晴当场掀了亲爹给他请的教书先生的桌子，发誓再也不碰书本。他拿着10万两启动资金，凭借在相府练就的茶杖神功和强悍体魄，开办了江南最大的女子连锁客栈兼镖局。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赛道，成了一个快乐的女霸总。而我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。皇上听闻太傅的夸赞，龙颜大悦，封我为司农司，挂名赞善，每个月领30两俸禄，不需要衙门打卡，只需逢年过节在家里画2幅抽象画交上去当农业宣传。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神仙岗位。这就是你给我呈上来的税法，老奴知错，老奴这就去改。此马虽神，然非百里之才，先生谬赞了。相府的卷王们依然在各自的领域里疯狂发光发热。世界是个巨大的磨盘，但只要我躺得够平，这磨盘就碾不到我身上。生活真是美好啊！自从被太后封为大楚第一才女，喜提司农司，挂名赞氏后，我在相府的地位彻底变了。以前我是纯粹的废柴，现在是按月给家里赚30两银子的金边废柴。连皇家都认可了我的躺平玄学，爹娘和哥哥对我彻底放养。可是小姐，您自从当了这司农司的官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万一皇上哪天想起来要查考您的政绩，可怎么办呀？怕什么？司农侍卿是我爹的门生，还能为难我一个小小挂名赞善？太傅说我心怀天下，我每天多吃点，就是在大力促进大楚的农畜牧事业消费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政绩。小姐，别吃烤肉了，快去前厅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皇上派了专员要协同您开展农业调研。农业调研？我不就是个挂名摸鱼的吗？哪来的调研？督察院御史沈燕，今年新科探花，看来是一把冷面铁齿，浑身散发着谁敢上班摸局我就立刻弹劾谁的恐怖气场。微臣督察院御史沈燕，见过相爷、夫人、大少爷。这位便是名震京城、画出大楚奇风图的苏安安小姐吧？正是小女。老夫听过你的名字。今年新科探花，刚入督察院便弹劾了3位尸位待参的侍郎，铁面无私，雷厉风行，是个干实事的好苗子。相爷过奖，微臣只是尽本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期待您的订阅、好评哟。